进入他的群里去读读东荣的反思日记。每次读到他，对我来讲都是一次自我觉察的练习。好，那我对东荣老师的介绍就到这里了。东荣，下面就交给你喽。好，谢谢庆华大家好，我是东荣。那今天呢，很开心有机会来 PCE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在教养路程中啊，当妈妈的历程有许多的这个挫败，但我如何从一次一次的挫败中，重新的跟自己连接，以及重新的呢跟孩子连接的这个历程啊。那刚刚庆华把我这个我的一些经历啊，以及我现在在尝试做的一些事情都跟大家说了哈。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我是今年真的是很正式的认识庆华，然后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彼此交流的好朋友。那这里呢有好多我陆陆续续这几年认识的好朋友，很谢谢你们的支持哈。那在开始前呢，我来那个考考大家哈，对于这个 Zoom 功能的这个熟悉程度哈，来认识东荣的啊，请在你们的那个回应的那个键里面找一颗爱心给我嗯，啊，陆陆续续有爱心啊，爱心在哪里呀？不知道。有哎，人跟我一样一开始找不到爱心的啊，chat 里面有陆陆续续有朋友打爱心哈。因为你们有的呢用那个就是名字，有的是用你们的号码哈。好，那个你们呢是爸爸妈妈的，请按个赞找个赞。哎，有了哇，大家太厉害了是。大家都没有困难的找这些或打字都很好。好，你是爸爸妈妈的然后请写一在 chat room 我来考考大家，你们对 chat room 诶哦，很多爸爸妈妈不是爸爸妈妈的，请写二。哇，全是爸爸妈妈呀我们有单身的不有不是爸爸妈妈的。好，再来，绝大多数都是爸爸妈妈。好，那你呢？接下来写你的孩子你有几个？你有一个就写一，两个就写二三个就写三。哦，一二三，是，哇，三，好，哇，太好了，都有，一二三，多半。我儿子的学校有一个妈妈，她是我们这个家长就是亲师会那个团体的这个主席哈，她有六个，她有六个，好，所以呢，好，我们目前这个群里面没有破纪录的好，再来。你的小孩年龄几岁像我呢，两个，所以一个呢即将满13，然后一个是1513、9、18、23，哇，19、17，26，哇，15有青春期成年的9岁，还有双胞胎的哦。19，哇，有青春期，6岁还有2岁的，7岁太好了啊，哇，21跟14的这年纪差很多。好，这样我也知道了哈。其实大家大部分呢，小部分的小孩年龄比较小，大部分呢就是青春期跟那个在往上的哈。所以大家那都再问问大家咯，对你们知道哪一页青春我们都可以继续期？做这个动作。
青春期的孩哎，子以你把我的海绵现在快上好吗？大概是几岁开始？青春期的大概几岁开始？12岁、13、13、12、13。好，我因为呢小孩的缘故哈，所以呢我就特别去搜寻了一下。我早年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呢，啊，没有青春期啊。我早期呢，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青春期是始于第二性征的发展，所以呢，是13、12、13开始进入哈。但呢，我因为自己孩子的关系，所以我特别的去搜集资料，因为我们家小孩呢，在小3的时候呢，开始情绪变得非常的 moody，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每天都跟打仗一样，就是他进家门那一刻都不知道他此刻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呢，或者呢，平常讲话讲得好好，吃饭开心心的，下一刻他就变脸了。所以呢，就透过我自己的敏感度，我就去搜寻，发现现在的孩子。因为营养丰盛，所以呢，他们呢大概是小3，就是呢大概9岁、10岁左右哈，就已经迈入青春期，就已经迈入青春期了。所以呢，换句话说，现代父母的挑战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呢，9岁、10岁的孩子，他们在心智的成熟度上，其实又比12岁、13岁的小孩，因为我们讲的成熟度，就是他的脑部前额叶的发展，其实又是更不成熟的，所以心智发展更不成熟的孩子，面对荷尔蒙的冲击，他所要因应的难题，其实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成长的经验，这边可能有很年轻的父母哈，我呢年过半百了，所以呢，我成长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的手机呀，我的第一台电脑是这个大学的时候，我爸爸买给我，大学我已经快20了，才有我的第一台电脑。那现在呢，所以我成长的过程是没有这些3C 产品的。那现在呢，什么学校也要用3C 啊，然后呢，小孩连接也要用3C 啊，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电子产品，所以孩子青春期的早发生，加上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对我们现在在当父母，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那我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跟孩子互动的历程我来分享我的 PPT。好，我要把聊天叫出来，免得我待会儿看不到。好，那这里呢有一些温馨的小提醒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公开的讲座，然后会录影，也会公开的播放，所以呢，我们不是，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会很想要问问题，但我们还是对自己有一些保护那今天呢，我会分享我自己跟我孩子的互动，然后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样的转化跟转变。但是如果是你个人太隐私的议题呢，我还是希望你可以保留给自己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去说那再来呢，就是呢，呃，如果你不介意因为这个你在 room 嘛，如果你讲话，那它就会要录在录像里面。所以如果你有疑问呢，你先打在 chat room，会请庆华帮我到最后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有 Q&A 的时间。那我再看在时间的范围内以及我的经验里面，我可以怎么做分享。那因为如果你要对话呢，就是跟我有一些口头提问的话呢，那就会入镜。
我非常的开心啊，如果有人可以跟我对话，所以帅哥美女啊都非常的开心。但是这也是你的镜头会公开，所以你可能也要思索一下，你是不是介意这件事情啊？那每一个家庭的系统，每一个互动，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独一无二。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难题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没有快速的答案，也没有所谓的标准化作业流程，告诉你一二三。但是呢，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些指南跟指引。好，这个呢，也因为今天的讲义呢，今天的分享是我很个人的经验，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里面会有我对我自己状态的分析哈，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这一次呢的 PPT 简报，所以要请大家见谅。那如果你有发现不错的这个语句，你可以记笔记啊，或者呢你可以这个截图啦哈。但如果你截图的话呢，也请你保护我的隐私，因为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很公开去分享的哈。好，那这个呢是我的经历哈，所以我其实，在刚刚清华有介绍，其实我在专业领域里面大概20多年。那我常常跟我的朋友笑称我是井底之蛙，因为我只看我自己的专业，我没有其他的什么兴趣哈，所以有些人会玩股票然后天丽你要说话东荣 吗？PPT 没有换，PPT 没有更新。PPT 没有更新啊，嗯嗯，我没有分享好，现在出到吗？来了，好了，但是可以放大。嗯，等我一下哈，我应该我没有分享到吗？分享了，刚才你没有换页，只是温馨提醒。没有换到页吗？现在可以看到了，这个带照片的第三现在页，呢？现在是第三页，但它不是全屏。不是全屏啊。嗯，哦，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嗯，这样呢？对，现在看到的，对你放一下播，哎，好了，现在好了。那我再播下一个，嗯，看得到吗？看不到哎，都看不到，只看到杨东荣3个字，然后你的照片。下面都没有吗？我这边是没有。东那荣老师，你给我看一个我是空白的，艾薇，就是不知道你的 PPT 设置是不是有那个播放的模式？如果是播放的模式，就是自动动画的，你要再点一下，再点一下，就让它一个一个的出来。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设置。我我有，但我按了它就到我的 PPT 有显示到下一页，可是你们看不到对，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你的名字，右边是照片的那个界面。前一页，对不对？对，好，所以要怎么才能让你们看到呢？猫小乐说把自动播放关了，自动播放，你有播放的。我要到哪里关自动播放？嗯，分享，就是 PPT 那边应该是 PPT 那边自动播放，你把它那个关了，它在左上角左上角是吗？啊，你看，或者你给他分享出来，然后对这个对，比较熟悉的伙伴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你先 share 一下 screen，然后问一下我知道的伙，我的用我用分享我的 desktop 看看，对，这样然我后 把这 double 个关掉。click，OK，然后你问问伙伴们谁知道这个，你再试一下回到像你们你的，哎，哎，好了，好像回到刚才的第这样，一那个，嗯，这个刚才看得到，是的，很可以，出来了。这一个的出来了。
OK，好，嗯。那谢谢你们啊，我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呢，刚刚庆华有分享我的专业的这个，那我刚刚讲到，其实我就是只有在自己的专业，所以像有些人会，比方说，对股票经济有兴趣啦，或是对什么其他有兴趣，我其实都没有，就是都只在自己的专业哈。那所以这个累积这么多年的专业呢，那我自己呢，其实后来发现啊，我自己又有一些，比方说，常常觉得自己不足的地方，哈，这当然源自我的成长经验啦，所以我很常有这种虚不足的感觉，所以我脑袋有一个小时候就形塑的一个规条，叫做的不进步就是退步，所以我很怕退步。所以我就会呢加上有点过动的倾向，所以我会到处去搜集很多的资料啊，看很多的专业书啊，为了就是要让自己有很多的进步。那这个呢，也影响到有时候我会很难专注下来，在我自己的，也因为这样子啊我后来发现，哎，我可以善用我自己的某一些特质哈。那接下来就是我很懒惰，好像我买了很多书，我没有一本书读完的，然后有点懒惰，因为我会跳跳跳。我还想说，那我怎么样让自己呢可以专注读一本书，然后读通透？后来发现我可以运用我的语文能力呢，然后去做翻译。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用过的这个专业书，我很喜欢，可以深化我自己学习的。它不仅可以让我专注，也可以让我呢，那我自己又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所以我跟翻译社讲完说我要翻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做完，很努力的做完哈。所以刚刚庆华说，哎，这3本都是我之前翻的，最近呢上市的呢是这个哈家庭系统评估，4月11号上市。我大概3月份的时候校稿，我就觉得真是件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因为校稿就要一个字一个字读，不能跳。我读书很喜欢跳，又眼睛就是很喜欢跳字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我读完了哈，听说这本书我还没拿到，因为我现在在加拿大。听说这本书很厚很厚哈，但是呢，这个是我自己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本书呢？因为它让我重新看到我成长历程中如何受我父母的影响，同时我也看到我的父母如何长成他们的样子。好，那在这个收集资料的这个过程，它看起来像是一本专业书，可是里面读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哈。也在这个历程中，我突然发现，我也慢慢发现了，当我对我父母亲看他们的角度，不再是一个我小时候受伤的经验，我这个人开始可以有一些疗愈跟完整。那这个在我这个学专业的时候，对我帮助的很大哈。所以另外一个5月4号的那个出版社办的那个活动呢，目前大概已经有400多人报名了。所以呢，这个我就没有贴它，因为他们已经人很多了，所以我就贴5项的。那你们如果有兴趣，时间也可以的话，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去报名，然后来听听。那我会介绍一个名人的故事，然后看看如何从图里面去找出我的模式的传承以及蛛丝马迹哈。另外呢，增加的呢就是6月份啊，六月份呢一样是这本书，那会短短的简谈的一个是我怎么在我自己的成长路上，它如何影响我看待家人，看待我的家庭系统，我的家庭又如何跟我的社会文化影响。所以，比方说，我是一个所谓的，我爸爸来自于这个大陆四川。他到台湾跟我妈妈本土的台湾人结合，所以在台湾呢，我叫做欧阿罕吉，就是番薯芋头，就2个的结合哈，所以我是综合体。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的成长过程在台湾那个文化，跟我爸爸跟我妈妈，他如何影响我？那这个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哈。那再来下一个就是会谈亲密关系哈。所以比方说，身为老大的我跟身为老大的先生，我们2个结合会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只有男孩的这个先生跟家里只有女孩的太太结合会发生什么事情？家里的老大
跟家里的老幺结合，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里呢，也是从家庭系统的这个概念里面呢，来看看它怎么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那这个也是免费的，那欢迎大家呢，下面有那个报名网址哈，那你们也欢迎那个，我最后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跟我的脸书都会贴哈，那欢迎大家有兴趣哈可以。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庆华所说的反思日记哈，我很感谢这个志梅，她教了我这个用这个网站，所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这个美美的背景呢，然后写了我的反思哈，这个呢也是强迫自己书写，强迫自己书写才可以更细致的去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呢，学专业有时候学到现在，很多就在脑袋想完就结束了。可是也因为强迫自己写下来，所以我发现有很多的反思，就真的又细致的出现了。所以为什么也会鼓励大家用书写的方式？因为它确实，因为书写就是在我们谈的，它就是一个看见跟承认。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从有觉察，透过写，透过说，我就有看见跟承认，然后再反过来看看我可以怎么样采取行动，我可能会接纳，可能或是我搁置，其实都是可以的哈。好。呃，进入正式主题了哈。刚刚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呢，其实呢，就是让大家多认识我一点哈，然后知道我们也是要进入到这个主题哈，与挫败共舞哈。我这个大家其实都是很多人哈，绝大多数今天有90%的人都是爸爸妈妈，那你们其实呢也上过很多的这个亲子讲座啦，上过很多的这个看过很多的书。所以呢，不缺乏理论啊，但是呢，我自己的过程呢，我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在我的挫败里，我如何再爬起来，然后如何跟我的孩子重建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怕冲突，但冲突如何变成建设性的冲突，这个其实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今天就会透过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好。哎，这是我们家的两个宝贝哈。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还设计了一个要问大家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哈。好，这我暂停一下好了，来问大家，你们对我的印象是什么？刚刚我拉拉杂杂讲这么多，你们看了我，刚刚又听了我说了一些话，你们对我的印象，用形容词。平和，哎呀，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啊！声音好听，专业、温婉、温柔、温暖、喜乐、娴熟，好啊，知性、优雅，哇，幽默，哎，大家都非常的善良哈、热情、开朗、活泼、好奇心强，真诚，负责、高冷，内心强大，好。所以刚刚大家看了2张照片，是我们家宝贝哈，这个心里就冒着粉红色泡泡哈。这个大家这些形容词要常常对自己爱的人说哈，就是你们的小孩啊，还有呢你们的另外一半哈，通通。所以这个你看大家写的，赶快把它抄下来，因为这都是经典句子啊，可以去欣赏跟形容另外一半的。我在学习萨提尔前呢，我非常的逻辑思考，所以我在跟人对谈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用聊天的方式把你们家的3代呢，通通画出来了，然后告诉你你们家呢有什么议题啊，你怎么可以突破模式啊？可是呢，在我的专业领域上学习，我发现呢，因为我是用问题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所以我变相也把人当成一个问题去解决。所以虽然我的服务的对象很认同我，可是呢，却没有改变的动力。直到我重新的回到了萨提尔的怀抱里面之后呢，重新的去思维，改变我看人的眼光。所以当我把行为的人跟行为划等号，
好，就是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把人往外推，因为我不认同你。所以教养一个我在学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我要把不变成要，这也是萨提尔教我的。就是呢，我不要生气，但我要什么？所以抱怨要跟随着建议，那个就是我的要。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说要的时候，就开启了连结。所以，当我跟孩子说我要你，我期待你，我要的时候，其实就开启了连结，同时也让孩子可以表达他的想要。所以我现在也慢慢在思索，当我在跟孩子说不的时候呢，一开始在练的时候，其实嘴巴真的是打结，因为那个不就叫不啊，就打结了哈。但是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其实我的孩子真的是在学了这么多专业的这个历程中，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哈，遇到的每一个不管是我服务的对象、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的父母也是。但是在我的人生跟我的专业上，协助我最深化的老师，其实是我的孩子。好，好。所以我记得我要分享全荧幕，这样你们才会看到。好，这是我们家两个宝贝哈，就是这个是今年初带他们去玩的哈，这也是我们家两个宝贝，开心吧？但是这是几年前我们家的儿子，这是我们家女儿，他们两个吵架后被妈妈骂的表情，不陌生吧？有没有人不骂小孩的？你不骂小孩的呢，就可以下线了，不用在这。真是太佩服你了，这堂课可以给你来讲。那我呢，就是因为我会骂小孩哈，所以呢，这就被拍下来了啊。然后呢，刚刚大家对我的形容词，这个就是当时的我。那你们猜啦，这个摄影师是谁呀？这个一家四口当然是另外一个了哈，闲闲没事做哈，那个教养小孩就给你拍照哈，他说我在测试相机功能，但这个也成为我在分享我的亲子教养经验的经典照片。为什么呢？也因为这个照片，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知道我要更努力的学习。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对妈妈的记忆只停留在这里，我也不希望我跟我孩子记忆只停留在他哭泣、委屈、受伤，所以我非常努力的学习，不代表我现在不生气，不代表我现在不会骂小孩，可是呢，我会更努力的去连接以及修复关系。好，好。这个刚刚有人形容我高冷嘛，这个是不是就有那个感觉哈，很凶，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就这样了，其实就是因为差异，我们跟孩子常常在拔河啊，这里可能是电脑时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拔河啊，所以每天都是会有自己看不惯，想要跟他们拔河，但你要花多大的力气去拔河，其实是一个问号哈，这个就是我怎么去因应冲突。好，这里有另外一个哦，如果你的队友哈，不管是有形还无形，他如果跟你同一阵线就算了。可是常常呢，我们那个队友怎么样，又跟我们不同阵线，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同感？好，对，我常常呢，就是看着我们家先生就会深呼吸，就此时此刻，我希望你成为我的队友，不是成为猪队友哈，这是台湾最好的那形容猪队友哈。所以我们有花很多时间在跟先生沟通，我们要怎么样教养小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经验来自错误的决定。这错误决定是当下
我面对孩子跟我不同的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把它爆发出去了。可是呢，我也决定要修复关系，所以又开始有了选择。也因为这样，我不断的累积啊，然后呢，从这里我才能够有成功的经验。所以这里呢，我可以很开心的跟大家说，我跟我孩子还是会有冲突，可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我们还是会拥抱，还是会亲脸颊，然后呢，还是会就是撒娇啊。可是可以有这么多这个所谓的亲密的连结，这个其实是不断的练习的。任何关系的经营没有奇迹，只有累积。我如何在每一次的这个冲突中，每一次在当下，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让我的选择可以越来越有弹性，越来越有觉察，而不是处在我的生存状态。好，所以呢，这里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哈几个会做的事情哈。认识家庭两大支柱，这是今天会分享。最后呢，所谓的对话呢，就是那个，所以我们其实很努力的长大哈，所以我们这个长大之后就可以过个人的生活啊。希望大家很享受我的 PPT，我很认真做我的 PPT 哈。好，所以呢就很开心啦哈。可是呢，脑袋就会有父母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时间到了，你应该年纪到了，你应该要怎么样？啊，有另外一半，所以在寻寻觅觅人群当中呢，就遇到了另外一半。然后就开始想，我要跟他共组家庭，然后共组家庭就会有怎么样？会有一个天使宝宝，我们就会开始有过两个人的生活嘛，对不对哈？有些人很快就两个人就这个有小孩组织家庭，可是呢，这个像我跟我先生就谈恋爱哈，2年，然后呢就开始过两个人生活。过了差不多之后呢，就要进入婚姻嘛，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有规划下一代啊，哈，这些，所以呢，就会想啊，我跟他的孩子一定会是天使宝宝，脑袋就会有很多的想象，我跟他的家庭会长什么样子，美好的画面哈。你看哦，我即使哈在结婚前，我非常的晚婚哈。因为我有一个信念呢，就是看了我妈妈很早婚哈，我妈妈20岁结婚，在想我一定要先玩够了再结婚，好，不要这么快被家庭绑住哈，所以我真的玩到36岁才结婚哈，我把该玩的都在婚前能够玩的都玩了。可是呢，我这么多的专业，我还是有一个我的这个想望，就是呢非常美好的，我一定会有一个天使宝宝哈，然后呢，我一定会跟我的先生呢。白头到老。这个呢是日本的一对夫妻，两个都103岁、105岁。好，前2年的这个他们的照片，我也想象，我跟先生会白头到老哈。然后呢，我们就共组家庭了。那家庭呢，父母啊，先生跟太太是家庭的建筑师，我们组了我们的家庭。这时候呢，我们的小孩出现了，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对不对？好，因为个人的时间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啦，有时候我跟我小孩有亲密的关系，留给先生，这个是我的专业教我的嘛。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时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象了，还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规划了，所以我一定会照顾小孩，给先生自己自由的时间。但是要平等嘛，对不对？哈，所以先生也要跟有小孩的时间，我也要享受我个人的时间。再来呢，夫妻关系，夫妻是家庭的建筑师，所以亲密关系的维持很重要，千万不要因为有了小孩之后，就身份就只剩爸爸妈妈，而没有先生太太。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两个人的时间。那小孩怎么办呢？托育嘛。3个小时、2个小时都好，就托育。好，想好了啊。再来，一家三口吗？所以一定要有一家三口共同的时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有没有很美好的这个想象，对不对？你看我是专业哈，我还是有这些想象的哈。但是现实很残酷，怎么样残酷呢？要扩一些研究，幸福研究哈，亲子研究，有了小孩之后怎么样？
生活满意度明显衰退，70%的夫妻对家庭生活不满意，亲密关系不满意。好，我也落入那70%里面。为什么？为什么？我很认真的去思考哈，因为我跟我先生有差异，两个人还好，当有第三个就是小孩进入的时候，我们的差异会越来越明显。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的天使宝宝怎么样？他不天使了，他哭啊！我们家女儿哈，一出生回到家，我常说她的外号叫1 2 3 4 5 6 7，怎么呢？她1点起床，凌晨啊1点起床，2点起床，3点起床，4点起床，到7点，然后才开始睡觉。然后呢，怎么安抚都没有用啊。那这个跟我们家小孩出生有一些我们叫做出生创伤有关哈。好，还有呢对，天使宝宝你喂他，他就跟你很有回应，对不对？结果呢，他根本不吃你给他的东西啊。还有呢，你才一转眼，哇，你的食物，大家有没有很有同感呢？当然，青春期这个照片就不用放了哈，刚刚你们已经看过了。这时候你最需要谁的帮忙啊？像我是妈妈，我最需要谁的帮忙？另外一半，对不对？就另外一半做什么呢？孩子给你。我的个人时间呢？明明就是你要照顾小孩，那我的个人时间呢？哇，冲突。除了养小孩之外，还有什么？这些开始出现更多的差异跟冲突。金钱怎么用啊？像我是婆媳关系，对不对？家事怎么分配啊？还有教养的理念、生活习惯。我是早睡的人，我呢10点半就上床。我们家先生是越夜呢，这个心情越美丽，精神状态越好。所以呢，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睡了，我就会听到外面在吼小孩的声音，因为我们家小孩跟我先生一样，越夜精神越好，会影响隔天上学。我负责叫小孩的人就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小孩都不睡觉，然后他为了叫小孩睡觉就会骂小孩，所以我也睡得不安稳。你看，生活习惯有非常多的差异了。所以夫妻关系、家庭这两大支柱发生了什么？开始从本来很亲密，开始有生气，你告诉对方改变，他无法改变，开始有失落，最后有无力感。夫妻之间出现了这些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孩子的状态就会反映出夫妻关系的不和谐、张力跟紧张。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亲子关系的时候，不可以忽略孩子议题的时候，不可以忽略夫妻关系？原因在这。好，夫妻关系你就说，可是我单亲啊。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一个隐形的存在。你如何跟这个人，这个我们就叫做系统。我怎么学来的？就是我翻译的那本书学来的。萨提尔中也告诉我们这些啊。那怎么办？那今天不是亲密关系，所以我不讲亲密关系，我讲了亲子关系哈。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呢。所以我们家先生最喜欢，我现在在加拿大啊，在台湾的时候，他最喜欢我去参加亲密伴侣关系工作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去当小组老师嘛，跟着老师去带团体哈。最喜欢我去参加这个团体，而且那团体一次4天或5天。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会在团体中突然发现我们家老公非常好，就会传很多的情话给他。他说：“你一年365天，只有参加工作坊那4天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因为我的老婆呢不再是，因为我是学理工，我老公是学文学的，所以你知道理工有一个是什么？非常逻辑嘛。他说你只有在那4天浪漫爆表。”
所以呢，他说我再怎么辛苦带小孩，你都去参加工作坊，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老婆都在讲情话哈。好，那这个就是额外哈，但我不讲亲密关系哈。那所以回到亲子怎么办？这也就是我在想了，因为我如果跟先生没有办法同盟，没有办法成为队友，所以还有我的工作压力，我就会非常的烦躁。所以我在面对我的孩子的时候就没有耐心。那这时候我就发现，我其实小时候那个受伤的自己也会跑出来，尤其是这个受伤的自己是源自于我先生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期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理解我、懂我、知道我的苦的时候。这个烦躁就会起来，就会去影响孩子，这是亲密关系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对我的孩子有些期待，这个期待呢，可能源自于我对我父母的期待，我没有达到，我没有被满足，或者呢，我想要传承的，所以这里小时候的那个阴影就跑出来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也是有成长创伤，虽然说我没有像有些真的，因为我是在台湾的社福服务嘛，所以我们服务的孩子真的是严重受虐的孩子，或是严重被忽略的孩子。我的伤没有这个，没有到重大的创伤，我们叫大 T 啊，但是呢，我们叫成长创伤叫小 T。好，所以我也有成长的创伤，在成长创伤里面呢，就会有我小的那个我。有时候呢，我希望在爱我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爱小时候的我。可是当我孩子没有办法给我回应的时候呢，我就会有一些受伤的感觉。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学习，我要先疗愈我自己，我用我自己这个大人去疗愈小时候的我。而不是让我的小孩去陪伴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小时候呢，我常常没有被理解，因为我是妈妈，我要去照顾妈妈的情绪。当我感受呢受伤的时候，我会刚开始会忍不住跟孩子讲我受伤的感觉，我的小孩就会来安慰我。我突然发现不对了，本末倒置了。我是不是复制了我妈妈的模式？因为小时候我去照顾妈妈的情绪，可是当我没有觉察、没有学习的时候，我的小孩，尤其是没有觉察，不能说我没有学习，我没有觉察。因为我在这个专业里，我也发现我要我的小孩来怎么样照顾我的感受。当我惊觉的时候，所以也让我更努力的。为什么让我自己？所以很多的冲突中，我第一件事不是去怎么做，而是回过头来看看我怎么了。我先把我自己疗愈了，变成一个大人，我才能够以一个大人的状态去陪伴我的孩子。而不是用一个小孩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个是我很努力的去终止代间相传。好，现在的我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的事实哈事情，但是我可以改变影响。所以我很喜欢这几句话跟大家呢分享，这就是我在学习萨提尔中呢，我慢慢的在表象的行为里面看到内在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也会跟大家呢分享，用冰山来分享我在亲子教养的冲突中呢，我怎么样跑我自己的冰山。好，先到这里，大家。如果你有纸的话呢，如果你有纸的话呢，鼓励你拿出来，然后画作冰山图哈，或者你有纸，你可以写下来哈。那这个呢，是因为我待会儿呢会讲一些冰山的东西哈。那在这冰山的东西里面呢，会带大家慢慢的去拆解啊，因为这个是我在学习萨提尔帮助我做内在疗愈跟内在理解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跟地图啊。好，分享，等我一下。我要把这个放下来一点，要不然看不到大家。
好，这个故事哈，这个有读我的这个反思日记，这个故事我也讲过哈。那这个是我跟我儿子发生的一个冲突啊。东荣，你的 好，PPT 停止在中指代间相传，是这。没有分好，享到吗？好，现在出来故事情景。他今天不太听话，再一遍。好了。好，我发现我如果把聊天室叫出来，我可能就这个好像会 PPT 不太动，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好。所以呢，就是一次的暴怒哈，这个发生在2年前哈，所以我现在前一阵子还有那个愧疚的感觉哈。那我那对孩子那一次呢，非常非常的暴怒哈，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指哈，我找不到那个图，就这个就是我当时的，我就用手指哈戳我孩子的胸部，就他说你为什么要骗我？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你每次都这样，现在呢，你不知道我最讨厌人家骗我吗？好。那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口气跟口吻，就一直戳着他。我孩子突然很生气，我儿子呢突然很生气，他就呢抓着我的手，然后就这样大叫。这是当时一个很快速的冲突，也因为他的大叫，我其实就有停下来。好，来问问大家哦，冰山发生了什么？你们猜？我的冰山，如果你们有人知道冰山，你可以我看一下，我看不到你们的留言哈，大家等我一下，我用我的手机进入到这个群组看看可不可以。我刚刚我用我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回音，所以我把它关掉了。Recording in progress。看到聊天了，好，好，来，慢慢来啊。声音，你们会听到回音吗？不会。好，我们逐一来问啊，你们猜我有什么样的心情？我的姿态是指责嘛，对不对哈？然后呢，好，我的感受是愤怒，观点你怎么骗？你怎么能骗我啊？你要期待对我说实话，渴望被信任、被尊重。好，感受是愤怒，对，伤心。那我伤心的是什么？受伤，受伤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有一些感受，对不对？愤怒、难过、生气、激动，是啊。好，那再来呢？我伤心的原因是什么？那就跟我的信念有关喽。我伤心的原因是什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写下来。这边有说了，做人要诚实，不能骗人，期待孩子做诚实的人，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自我是爱。然后呢，生气原因是孩子再犯，哎，对，所以我有一个信念，对不对？好，有一些感觉是无力，所以我的感觉底下，我是因为什么我有这些感受的，这个就跟我的观点、我的信念很有关。那我的观点跟信念呢，也会影响我的期待，对不对对，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这个是在哪一个层次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我是最下面的那个我是的层次，对不对伤心，我这么爱孩子，孩子还不听话所以这是我的伤心，对不对？在自我层次，对。好，那为什么孩子达到我这些期待
我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呢？那就我们谈的是渴望。所以对孩子我们觉得孩子欺骗，啊，所以我很生气，是因为被欺骗，感觉跟孩子没有连结，所以这里也代表我期待跟孩子要有连结，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的期待，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讲冰山，好好，大家慢慢有写哈，好，来，但是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在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有 N 座冰山发生，一个是事件发生的当下。所以刚刚大家写的这么多呢，绝大多数是事件发生的当下，可是我很没有觉察，对不对？我很没有觉察，所以呢，我会容易爆发，进入到一个防卫的姿态。还有一个呢，刚刚我讲了，为什么那件事我到此时此刻的我都还有个愧疚呢？是事件发生后。事情发生当下，一个是我生气，孩子抓着我，事件发生后，我另外有一个我的冰山，再来现在我也有我的冰山。那我们要如何厘清事件发生当下、事件发生后跟现在？因为事件发生后跟现在都是在接受事件发生时的影响。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现在在谈冰山的时候，会通通搅在一起。可是最难的是什么呢？我现在有觉察，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在未来，为的是在未来，在事件，同样的事件在发生时的那个当下，我有意识的做不同的选择。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在跑冰山的时候，我要很清楚事情发生的当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着，因为我要去修复关系，可能还有一些隐藏，所以愤怒是我表象的感受，底层可能还有一些深层的感受，我要去觉察。事件发生后，因为我有一些愧疚，那我要去看，那个愧疚底下的冰山又发生什么？为什么要厘清这些东西？是因为当我要去跟孩子做一致性表达的时候，我要很清楚的，我每一座冰山我都清楚了，我去表达才能够怎样叫做一致性，因为我已经自己疗愈了。好，换句话说，去修复关系前，我要先搞清楚我内在发生了什么。被骗会生气，可是我这么的暴怒，我的生气有被加成了。这个加成是怎么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厘清冰山下发生什么？我过往经验，我失望落空，还有一个孩子没教好，等于是我是不好的妈妈。这个在我是的层次上出现了。好，在我是的层次上出现了。期待落空跟过往经验是什么呢？过往经验是我以前被骗的经验，所以我的脑袋为什么有一个诚实很重要？这个呢，跟这个信念，它跟我的过往经验有关。那这个过往经验如果没有被疗愈，所以呢，当我在面对儿子骗我的时候呢，我就会怎么样？加成了。我原本生气可能只有3分。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觉察，我只看到被骗这个，我过往经验就很像，因为我没有处理嘛，没有觉察，它通通变到现在我去回应的时候，我的生气就会变成8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觉察的。再来呢，我有一个怎么样？我有个急躁，我想要控制，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在我的控制下，这个跟我的自由有关。好。你们如果有提问呢，就写在 chat room 里面，然后那个清华到时候会帮我跟那个好，所以再来，我其实一个暴怒还是怎么样，是我们在因应压力的一个模式，所以像我在因应压力的时候，我脑袋就会跑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就是想要快速快速，然后呢再来我就要把它压下来所以这个也会变成为什么我
啊，想要去有一些暴怒，想要控制。好，那这里呢，我先讲了当下的这个冰山事件当下的冰山，我有生气、挫折、失望。啊，那生气、挫折、失望呢，有一个里面的我对我这些感受，我有另外的感受，叫做生气、无力跟悲伤。那为什么呢？我有个信念，你永远不应该骗我，你永远应该在乎我所在乎的，说话算话，不应该辜负我的信任。这是在当下啊。所以我对孩子有期待，我期待他什么？因为我说他再骗我，对不对？所以这里呢，我期待他遵循我在乎的，因为我在乎诚实，所以我期待他可以在乎我所在乎的。还有呢，我期待我已经教你了，所以我对你有信任，所以你应该要自律，不应该因为私欲而欺骗，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呢，我期待他不要因为私欲，好。这个也跟我的成长经验、过往经验在影响我，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还有呢，我期待呢怎么样认真展现我母亲，我希望我孩子怎么样可以看到我其实呢很认真、很努力，然后他表现好，就可以展现我的价值。所以孩子的行为，说我把我的这个被认可、被在乎的这个责任呢，交在我孩子身上，要他为我来负责。当他都可以做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有自由的感觉，因为孩子可以自律嘛，我是不是就可以自由？好，所以这里呢。我当下现在在看我当下，所以他当时最快触发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不值得被在乎。所以当我这个底层这个信念对自我的价值感源自于我更以前的经验的时候，所以当被骗的时候，我的这个回应反击啊就会被加成。好，所以就要调整呢。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去调整。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会从最底层开始？因为触发我的是我底层自我价值感的保护，所以我要先认可我自己是够好的妈妈。我把我要孩子的认可放到自己身上，我认可我自己。接下来我要调整我的期待跟我的观点。好，所以呢，孩子尽力了。我要看到他努力了啊，然后呢，孩子做不到，代表我还没有可以用好的方式、更有效的策略去让他学习我想要他学习的好的东西。所以不是他不好，而是他还没学会。所以这里就用添加的概念。所以他其实，这孩子骗我，他知不知道他错？孩子欺骗，知不知道他错？是的，孩子欺骗表示什么？他知道他做这件事情是不会被我认可的，所以他缺什么？他缺自律，缺控制，缺延宕满足。那个是我要再添加他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欲望，对不对？他有一个欲望，可是他有没有自律控制他的欲望？这个能力他还没有。所以当他做了他私欲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害怕、担心、焦虑，所以呢，怎么样？他才会用欺骗的方式。好，所以这里你看我的观点有在转换了。所以呢，我的面对他的。啊，我当然处理我更早的过往经验嘛。当我处理完之后，我看孩子骗我的行为的时候，我就会只会看当下骗我的这个行为，而不会被过去的经验所污染。所以教养，我学的第一个功课，要去修复关系的时候，练习每一次只在当下、眼前。好，所以当我的语言说“你以前”这种时候呢，就是什么？我被过去所污染。单一事件，再从这件事件如何添加。好，所以我内在做了这些调整，这是就
被骗这个行为，所以他会不会骗我呢？还是三不五时会骗我了哈，还是三不五时会骗我。可是呢，我就可以比较什么温和的、坚定的、稳定的去告诉他我期待，然后呢，当然他要为他骗我的行为去付出代价。好，这个是关于欺骗这件事情。那我的内疚跟愧疚呢，怎么办呢？啊，所以内疚跟愧疚有更多的这个感受，对不对哈？那时间关系，我就快速的跑我自己的东西给大家。事件后，我有懊悔、自责、羞愧跟害怕，这是我的感受。所以你知道，每一个感受都 N 座冰山哦，不是只有一座哦。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感受的时候，说想要接纳感受的时候，我会说停一停，是因为我要先厘清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信念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羞愧呢？为什么会自责？为什么会害怕呢？哈，这里呢，我好像写错字了，还有懊悔哈，就是我应该怎么样说到做到。我答应我不要发脾气，可是我又发脾气，我又暴怒，而且这次又更严重哈。我永远不应该跨越教养的线，好，就是因为我去戳我儿子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我跨越了教养线，永远不可以有所谓的身体的这个接触哈。我应该永远要接纳不犯错，所以当我犯错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接纳就很少了。所以这里我期待自己要为自己的期待负责，我期待呢，我要以身作则，所以我知道我不可以把这个认可我自己的这个责任放在我孩子身上，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所以呢，我怎么样，我就对自己有失望，所以这里还有一些感受是失望哈。那再来呢，我要完全的能够有控制力。所以我要能够完全的可以控制我自己要怎么样展现我的感受、我的行为，我要能够有控制力，啊，知行合一嘛。尤其怎么样，我又是教亲职的，所以我怎么可以这么样子的这个呃没有以身作则哈？我的渴望是被接纳、被看见，好，所以这里就内在的。所以当我事后，其实我有非常多的羞愧这些东西。可是如果我没有去疗愈我自己，然后带着这个羞愧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负责来照顾我的情绪，因为孩子是个在他们前额叶还没有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对感受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会想要来照顾我的情绪，所以你看是不是就回顾到我的小时候经验，我要去照顾我妈妈的感受，所以我要先把自己先通透，所以我很努力的转化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个从底层开始，我是够好的妈妈，我有觉察，我愿意学习，我愿意努力。然后呢，我可以认可我这个部分，所以我写了2个认可，所以我每个都要认可，我每个都要接纳哈。再来，我可以运用添加，我不完美没有关系，我可以添加，我可以认错，因为做错就是做错了，这个是对孩子的示范。然后呢，我对我自己期待还是不断的觉察，有好多小的细节，我可以再觉察、再添加啊，我努力。所以你看，我也把我的所有的应该、永远、必须，通通变成可以。我给自己怎么样允许？好，好，这里有一个我没有改，叫做我永远不应该越过教养的线，这个叫底线。所以在我的信念里，在大家的信念里，教养信念里有一些底线，是你可能要找出来的。那这一条是我的底线，所以呢，我不会去把它改成可以。好，所以这是我的底线。所以我会有懊悔啊，这些我就转化了。所以我会不会还是会做错啊？会不会还是会有生气呀、会不会还会有情绪控制不好的？还是会的。可是呢，我的懊悔跟自责就变小小的，因为他是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怎么样重新的统整自己哈。好，所以关系修复了，所以进到关系修复，所以呢，我要带着什么啊？其实不瞒大家说，学了这么多，要去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我还是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哈。所以呢，第一，我先道歉了哈。所以呢，我跟孩子说，儿子对不起，妈妈生气被骗，但妈妈的情绪控管不好，我不应该推你。我想你那一刻应该很害怕，
谢谢你勇敢的对我吼，制止了妈妈。对不起，让你感觉到受伤。我承诺我会更努力的学习控制好自己的生气、挫折。当我感到快要失控的时候，我会离开现场。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这是我后来我跟自己疗愈完之后，我跟孩子的道歉。这也是去连结，所以我不害怕去承认我错，但更重要的是，我是很一致的看到我的不足，然后告诉孩子，但同时我也告诉孩子我愿意的努力。这里我也把孩子吼当时的一些受伤的感觉告诉他，其实这也告诉他说我懂他的感受。好，所以我们就重新的去连接，我怎么再重新开始，我们彼此聊。所以呢，现在我做到，我如果要生气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生气指数是3，好，当我到5的时候，我会先离开现场，那我孩子就会自己去管理他自己该做的行为哈。所以，然后有时候我就说我现在指数是1，要见到2咯，好，诶，他就可以知道了我的状态，好，所以他也越清楚，这是我们更清楚的沟通，所以这也协助我为什么我现在生气的这个暴怒的这个明显的降低很多，是因为我跟我孩子也在彼此跳2人舞蹈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彼此的协调。好，第二个故事情境呢是跟我女儿的哈，好，带我女儿去了呢，我女儿呢就是不要，我怕。然后呢，我就说有什么好怕的呢？都是你认识的人，然后大家去参加活动哈。我要你陪我。然后那时候呢，我就会说了，妈妈要上班，没有上班哪来钱？你懂事一点。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啊？可能你们没有啦，但是因为我是职业妇女，所以我很熟悉，每天要上学，她要上学，我要上班啊，或是干嘛的哈，这是她小时候常常发生的事情。好，来冰山，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样的心情啊？什么样的信念呢、期待啊？啊，我的自我状态怎么样啊？啊，大家都可以那个生气，我有生气，着急，烦躁，嫌弃，烦躁，难过，心疼，紧张，害怕，焦虑，啊，无奈，烦躁，对，是。那我是因为什么有这些感受呢？我背后的观点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想法呢？念头呢？让我有这些感受啊？孩子应该要勇敢，对，自顾不暇，觉得孩子应该要懂，别的孩子都能适应，要听话，你要体谅，哎，对，大家都很理解我冰山发生了什么啊？是，我想去上班，对。所以我有一个我应该要做的事情，你在拖着我，对不对？啊，是你应该要理解我，快要来不及，所以上班很重要。对，所以这里我对孩子期待，所以面对孩子，他让我没有办法做我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烦躁，有这些哈。好，所以一样有事情发生当下。那这个呢，我做完之后，我并没有太多的懊悔，所以我就没有呢，就是做事情发生后的。但是呢，现在的我在回看当时的事情的时候，我在看当时的冰箱，我没有太多觉察，所以我是以现在的观点、现在的学习去看当时的冰山发生了什么，以它作为依据来调整现在的我。可以往前如何去跟孩子再互动？好，哦，对，应该上班哈，有什么好怕？对，这我的观点，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理解我？是的，大家都很熟悉哈。好，所以呢，我的冰山就是我有不耐烦、生气、挫败，好，也懊恼，也觉得无力哈，因为我孩子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孩子哈，所以我有一些无力感。
好，所以这里呢就带到我的期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有些指责，我的口气里是带着指责的，虽然看似讲道理，所以我是既指责又说道理哈。所以这里有一个期待，我这些感受跟着是一个我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是什么呢？好，尤其是生气的这个部分哈，我情绪控制嘛，但是不代表我的语言，所以孩子很敏感哈。我期待孩子独立，不要恐惧。好，我期待呢自己说过，孩子就能遵循，就会学会。我也期待我自己教会一个懂事、勇敢的孩子。好，那这个信念是怎么来的呢？源自于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所以其实我孩子跟我个性很像，我也是一个害羞，然后进到那个其实会有很多担心。可是呢，因为爸爸妈妈忙，然后呢，我要做个贴心的孩子，所以要自己这个，所以我在成长过程就灌输自己呢。孩子应该要独立、懂事、体谅父母，因为我从小就这样长大，所以我也会期待我小孩，这是我的信念。孩子面对熟悉的人应该要勇敢，这是我妈妈教我的，所以我也带着这个信念。即使我很害怕哈，事事都应该跟循着规划的节奏走，这个就跟我的控制有关。所以每个都在我的这个脚步里，我就会轻轻松松。所以我这么规划，你就要这么走哈。那这个为什么做到这些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呢？自由。跟我的自由，所以女儿这个就跟勾到我的自由，所以当我这些期待都没有被满足时，我的自由就被勾到了，所以呢，我就会有懊恼，有些挫败，也会有无力感。好，那怎么来？因为自从当妈妈之后，就跟自由怎样越来越远，对不对？哈，就是没有自由，好，所以这个是需要哀悼的。好，这里一样跟我的自我价值观有关，所以我就要调整。所以当我跟孩子表达的时候，我就要去调整。第一，从内在开始，我是够好的。然后为什么我要要求这些呢？是因为爱跟责任。所以我这边就要选择了，我对孩子所做是因为爱，可是对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呢，自由底下，我必须建立在责任上面。有没有讲错？所以我要先，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当妈妈，所以我要尽到我当妈妈的责任，然后呢，剩下的我才能去享有我的自由。那所谓想要剩下，那这里我要负责哀悼我自己的自由，我不能把照顾我自由、渴望这责任交到我孩子身上哈。所以这里就要陪伴、同理。你看，同样的，我就去改。松动我的观点跟我的信念。好，这里有另外一个叫做关系连接比事情更重要。换句话说，孩子会不会害羞？还是会。孩子会不会怕？还是会。可是如何在当下，我看到他这个人，先跟他做关系的连接。好，好，所以关系修复一样啊，跟孩子说说话了哈。所以我的责任要心甘情愿的啊，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当妈妈、当爸爸啊，这是我的选择。所以呢，我一样跟孩子说：“女儿，谢谢你，妈妈因为急着想做自己的事而变得没有耐心，没有看到你的害怕，关系的连结。妈妈跟你说对不起，谢谢你对妈妈的信任。”勇敢的让妈妈知道你害怕，要妈妈陪。好，这里只做到同理哦。接下来我们要教孩子的是，那我们怎么为下一次做的不同？所以关系的连结，因为这个是亲子教养很重要的功课。我要想的是，我如何让孩子在我们这一次经验里学到什么样的功课，然后这个功课是带往前的。下一次当你害怕时，妈妈会先抱抱你，这是我的承诺。然后跟你一起再把勇气找出来陪伴你的害怕。这里谈到的都是内在资源。好，好，所以换句话说，成长过程在教养上我也学到了，我要允许孩子成长的空间，所以相信孩子他知道自己错，这是在被骗的那个议题里，然后帮助孩子去经历挫折，从中学习。然后呢，最重要是不要背着他成长。我曾经也想要做个叫做残血肌父母，帮他把所有的障碍都扫除，可是我忘了他有一天还是要离开我去自立的。所以这里也在我在做放手的练习哈。那
这里呢也是脑袋不断的去告诉自己，就是他的行为为什么愿意看内在，孩子的行为只是他内在状态的展现。所以当我越熟悉我的状态，我越能够陪伴我的内在的时候，我就越能够去解读孩子他行为底下的内在发生什么，然后我就从内在去跟他连接啊，改变需要时间的哈。好，那这里呢就是我要请一个伙伴帮我念哈。这个呢是我曾经孩子跟我距离很远，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他都很据点我，就是没事还好啊。然后所以这个是我跟孩子讲的，然后等待他回应我的，我写的给他的一些好。哦，好，Alan，你要帮我念是吗？麻烦你，Alan 没开麦。有一位002，哦哦，，Allen 好，开不了麦哈，我看一下。好，可以了，可以哦，了，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嗯，允许疗愈时间，亲爱的宝贝，教养路上我跌跌撞撞，很多时候可能伤害你的感觉而不自知，直到你离我越来越远，我才惊觉我的失去。我多么想靠近你，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我相信你也是。我知道，我向你示出我学习后的善意，我还是无法全然的不求你回应。面对你的不回应，我会有受伤的感觉，但现在我知道，那是因为我深深的爱着你。宝贝，我要你记得，累了、受伤了，可以回头。有一个不完美，还是会犯错的妈妈，愿意成为你的安全堡垒。谢谢 Alan。这个是呢，这个跟孩子女儿有一阵子冲突的时候呢，他其实都是把我拒绝在门外的，然后我写给他的。啊，那之后我还是很努力的去学。那我还蛮幸运的是，孩子其实还年纪很小，所以呢，他的伤没有这么的多啊，因为伤是需要疗愈的。所以有时候孩子他的拒绝我们，其实他也在疗伤，他其实也在害怕，他不知道，所以我更要去展现，因为他脑袋对我有一个既定印象了，所以我更要去重新的让他对我有新的感觉跟印象，然后所以这是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慢慢的啊，所以孩子才愿意再开放他自己，跟我讲他内心的事情哈。这我要说的是呢，疗愈都需要时间。孩子跟我们关系，有时候孩子跟我们关系从截断的时候，他内在也是很痛苦的。可是他可能跟我们一样不知所措。可是我们有学习，更有能量，如何重新的开启连接？可这个开启连接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的啊。好，最后不变的信念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呢是我不断的每次都要提醒自己的，爱你这个人不是表现，需求对我来说，孩子的需求对我来说不是负担，也不是问题啊，孩子可以拥有他的需求，表达他的需求，也希望他可以信任我。然后呢，我可以陪着他去体验。所以，如果孩子有孤单，我就陪伴他去体验孤单。我没有办法叫他不孤单，但是我可以陪伴他。好，我爱他原来的样子，也可以跟他可以跟我不同，我会陪着他。好，所以这个呢是我的信念。好，最后呢，我想要分享的是，这个透过冰山呢，其实帮助我学习很多。所以在冰山里面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博大精深、很简单的工具，但它非常的博大精深。如何可以深化理解自己，然后重新的调整？所以呢，这也是我即将在6月份开的2堂课哈。一个呢是美西美东的时间，在美加是白天，从6月份开始1月一次的聚会，然后我们从中可以从练习，然后带大家拓展大家的这个脉络啊，然后那个
跟自己连接的这个部分哈。然后这个是美加的，然后再来呢，这个是亚洲的，也是周四哈，也是周四。那这个呢，就是也是这些时间哈。那我这里呢有2个伙伴，他可以帮我分享，因为他们有参加我其他的课，就是这个沉浸式的深化练习的课哈。所以呢，我想要请他们分享一下他们的学习。第一位然后伙伴阿静。清华老师，我现在开车，我找个地方停车，要不然先请第2位伙伴好吗？好啊，好啊。哦，我看到吴淑慧开镜头了，对，淑慧可以吗？哦，我可以的，能有听见我的声音吗？哦，可以。那好，有哦，那好，哦，那我先分享一下吧，我最近学习的一点点小感受，因为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对话练习时间不是很长，因为最开始接触东荣老师的时候，东荣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声音和微笑特别有治愈力。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受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受对方的情绪或者是语气影响的一个人，所以是说，刚开始跟东吴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拉近了我这个距离。然后呢，我听过东吴老师的公益课，然后后来又报了这个小班的学习，现在也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变得最好，但是我在变得好，在变好的路上吧。原来我曾经是一个说话，我的心态是带着一种指责、挑剔，然后不平衡、不满这种成分比较多嘛。在家庭关系之中，我经常可能是带有这种心态去沟通。虽然当时我认为我自己是很完美的，在叭叭叭讲道理，但是我意识到了，经过学习之后，我意识到可能我指责的成分比较多，欣赏的成分比较少。在上东吴老师的课的时候，小班的课的时候，有一节课老师是让我们说出欣赏，然后呢，我就快速的理了一下我的思路，说出了我的几个关于我欣赏的3个点。后来我才发现，哦，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无论是对自己还是跟对方，如果首先你带着欣赏的话，可能会平复你的很多的情绪，然后呢，跟自己跟对方可能都会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是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个地方，这是带给我的一些变化。另外呢，带给我的收获吧。我觉得上了东荣老师的课之后，我有了很多的方法，就是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原来呢，我是被情绪控制的一个人，现在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试着去做朋友吧，或者是处理好我的情绪，然后再解决下面的事情。就像早晨上班的路上，我可能会被特别着急的时候会被一个小石头绊到。原来呢，我会很生气，很生气，就是说我这么着急，我还碰到了一个小石头，我还崴了脚，也可能我会迟到，也可能会赶不上打卡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不会了，我觉得我会，嗯，不会停止，不会被那个情绪卡住。然后呢，我会继续的，就是继续我那个上班的路上吧。然后在有空的时候，我可能会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会产生这个焦虑的情绪呢？一个小石头，然后我被绊到了，然后我就被他的这种焦虑，然后会影响我一天的心情。现在基本上我能平复一下这个情绪，能比较好的安放下自己，这是带给我的一个方法。另外，我感觉给我的一点思考吧，就是我们的思维的过程中，可能是在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的工作，或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嗯，已经形成了
很深的、很深的根深蒂固的一种模式。如果想要调整的话，可能需要一个，不但需要一个方法，可能还需要一个环境吧。所以是说，我参加这个东荣老师这个小班的这个沉浸课程这个小班，给我很欣喜的一个收获是，我认识了很多对话的伙伴。当我自己处理不好的时候呢，我可以找伙伴，让他帮我看到我自己，然后呢，我再继续调整，就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在我表达我欣赏我自己的3个地方的时候，东荣老师可能是在镜头中看到了我的紧张，也看到了我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他马上指出了，就说淑慧你是一个要自信，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钻石。哦，我一听了好有力量，我觉得这几天我都在回味这句话，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足够的欣赏。东荣老师也让我看到了我对自己的那种自卑，或者是说对我自己有那种否定，可能是从小长大的一种形成的一种模式吧，那种不被认可，然后呢自己就追着那种不被认可的那个结果，想要去认可，然后不断的去做，然后呢还是不被认可，然后还去做，这种不断的循环，我觉得把自己搞得很累。后来呢，我慢慢的在松动这个情绪，虽然刚刚开始，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挺适合我，而且我也有了一些改变，嗯，而且今天的课对于我来说，它是亲子关系，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提示，就是让冲突变成一种建设性的冲突。这句话我还是在体会。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课带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去消化，你有了一个想改变的心，然后有了一种行动，最终我觉得会遇见那个最好最好的最真实的自己。嗯，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吧。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吗？可以，谢谢淑嗯慧，你的声音好温嗯，柔啊，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很不同。哦，是吗？我没有感觉到，我只是觉得东荣老师的笑容和那种声音很有感染力。因为东荣老师的课今天其实对我很有诱惑，虽然我今天在值班，稍微划一点水，然后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谢谢淑慧。嗯。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这是我觉得上了东荣老师的课、公益课，还有那个沉浸式的小班带给我的感受。因为我有改变，我有收获，然后我也有思考。我觉得我真的是受益很大。其实我也很感谢所有的伙伴对于我的那种看见、带领，还帮我看见我自己。最终还是感谢所有的伙伴，还有感谢东荣老师，谢谢。阿金，好的，谢谢东荣老师，谢谢伙伴们，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就觉得，因为我认识东荣老师时间也不长，是之前听到东荣老师有一个对话课，但是我没听到对话，我听到回放，就只听到东荣老师的声音。哇，我觉得这个声音这么柔柔的、甜甜的，因为这就是我比较想要的那种感觉。后来东东老师有第一次那个公益课，就是讲的，好像讲的就是冰山，讲的是应对姿态。因为我是从去年，到今年，我跟2个小伙伴，我们练习了很多的对话，然后我也学过一专业课程，但是东东老师那次讲的那个应对姿态，诶，我就给他到很多我原来就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点。然后我说，所以说当时我就跟小伙伴分享，我说东东老师的课很不错，然后我就赶紧的，因为东东老师不是有一个对话班吗？所以那个时候才跟东东老师去联系，就赶紧的插班，没有报上雅泽的班，就
报的是美加的班，就是虽然说时间有一些不那么合适，但是我也愿意去克服。我就说到跟东东老师，第一个就是认识就源于公益讲座，东东老师讲到的很多点，我真的有不同的触动。第二个就是我跟东东老师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哈，我感觉特别的耐心，就是不管是私信问什么问题，还是群上问什么问题，东东老师他都会很耐心的去回答我们。就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就比较渴望这种耐心的、温暖的这种抱持，好像这个在东东老师身上我就体验到了，就有的时候就特别的想靠近东东老师，有什么也愿意分享。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权威议题，我不怎么敢靠近我很佩服的老师，但是东东老师是例外，我又佩服他，但是我又敢向他提问题，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跟东东老师的第二个，就从认识到后来，就接触越来越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我今天要说的是第三点，就是我的那个对话课，就是我上周上到第二堂，我是我们15个人里面第一个做个案的。我为什么第一个做对话呢？是因为其他伙伴把后面的都接了，我被迫把我弄到第一个。我当时心里还懊悔的不得了，我说我为什么不接后面呢？我等多学一下，我才来对话，用最好的状态展示跟老师和伙伴们。我第一个就也没有学好的，我就来对话，不是让别人看出我的 low 了吗？其实我就怀着这种忐忑的心情，但是我现在可以非常高兴的告诉伙伴们，我非常庆幸我是第一个，因为那天的对话课完了后，东东老师的3个问题，哇，一下就说，他说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会问来访者的目标，但是我就发现那天我跟来访者的目标我是不一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东老师问我，你是在冰山的哪个层次去做了这些达成目标的一些转化工作？我说这个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都做了好多个对话课啊，我从来就好像是自动播的，根据感觉来。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对话课对我的价值特别特别的大。后来东龙老师还在答疑说，我跟来访者一起跳了一曲讨好的舞蹈。我想一想，确实是这样。我就会发现你在个案，在对话的过程中，有些对方他就会配合你，但是未必哈，他心里是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一下就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说我们到底在做好多，只是感觉好，但是其实对对方并没有真正的有好大的这种引领他们新的觉察的一个这样的对话。我也想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跟我家里的人也属于是在讨好的这个大家跳一个讨好的配合的舞蹈。所以说我就那一天我觉得我能量特别高，我觉得我好像我一下好像看透了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还有我对话中的一些盲区。所以说我非常的庆幸我可以第一次来争取这个机会，不让我把这个盲区反复的练下去，练成我以后就是不怎么好改的一个模式。所以说，非常的感谢认识东荣老师，能有这样的机会与大家连接，好好的学习，沉浸式的学习。谢谢，谢谢，我的分享完毕。谢谢阿静，这个呢是第一次哈，很害羞的请伙伴呢帮我做广告，因为呢这个以前都在机构工作，自己出来工作之后呢就要自我宣传哈，所以那个清华邀约就是请伙伴聊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好多的挣扎啊，有好多我自己的观点啊，都在打架。但是在书慧跟阿静的说法里面，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因为是一个沉浸式的，那这个我就可以知道，我觉察，提升我的觉察，在跟对方跳什么样的舞蹈，那这个就会让我在现实生活里更有觉察，因为呢，你今天不会去想说，哎，儿子啊，你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对话在跳什么舞蹈，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在练习的场域里面，我们可以做这个。所以，当我再回去，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要先去处理我的内疚、我的愧疚、我的懊悔？
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觉察，我就会用一个讨好的姿态去跟我孩子互动，我孩子也会怎么？为了照顾我，他也会讨好，所以我们并没有善用我们这一次的冲突去达到建设性的关系修复。因为两个都在跳讨好的舞蹈，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没事了，都很开心。而实际上呢，很深层的东西，我并没有去怎么样处理跟觉察。所以这也是我在学习中发现，我要先处理好，让我自己呢不要带着愧疚，我是有的，可是我如果处理好，我再去跟孩子互动，我就是一个一致的，然后我可以很清楚的表达我有愧疚，我的道歉，可是不是带着期待他来原谅我、照顾我的愧疚，所以这个舞蹈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就是觉察。好，那这个我们回到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刚刚有伙伴就是有提问哈，问我控制哈，控制呢，通常对我来说就是在压力状态下，我想要让事情照我规划所做的一个回应。好，所以比方有些人就会像我这个我的思绪，我希望我不要杂乱，所以我就会很有规划。这种某种程度也是种控制，因为我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呃，这个叫做什么惊吓哈，因为我很担心，其实我是担心我的因应能力不好，我的因应危机能力不好啊，所以不是我没有因应危机的能力，可是我不喜欢。好，那这个跟什么呢？跟我成长经验有关，哈，也跟我成长经验有关，哈，所以这是控制。那有些人控制多，有些人控制少，有些人呢遇到压力，他的控制回到自己就缩进去了，有些人就会开始变成吹毛求疵，让每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中，所以这一种控制。那如果说，比方说讨好，如果我没有觉察，所以像我的那个，我如果没有觉察，然后去跟孩子互动的时候，那希望孩子来照顾我说，这里有时候也是某种程度是一种控制，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名词叫做情绪勒索。我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受害者的状态，然后让你来照顾我，这个其实是带着目的的，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控制哈。所以控制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就我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哈。好，这个另外大家有提问哈，钟反老师，思日记用什么软体？好，请说，清华。不是我也在让你们以为你没有看到这问题呢。叫什么？Canva 是不是对？Canvas 吗？啊，对对，对对对对，谢谢。我觉得很好用哎，我真的是因为我很喜欢做 PPT，我觉得做 PPT 非常的简报对我来说非常的疗愈，然后把我的东西呢可以展现出来，就会到处找图案啊这些哈，连这个写反思日记，我光花在图案的时间就版型哈，就非常的那个开心哈，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照顾的连结哈。好，这个有伙伴问说，刚刚那个影片哈，在 PCE 的那个 YouTube 频道可以看到，B 站也有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影片，就刚刚春英讲自己经历的那个影片，这个我知道，这我刚刚因为我有看影片。好，还有其他提问吗？那今天示范的呢，就是冰山的每一个感受底下都是有一座冰山，它不是这样，它就是好多座。然后呢，我们现在在谈的都是过去事件，所以过去事件有一座冰山，只是在过去事件我的觉察很少，但我如果现在再回去看那个事件，我就会有更多的添加，那运用那个东西，让我作为未来我怎么样在事件的当下，我可以去做调整。好，那这个呢，也让我去觉察我在当下的冰山哪些东西是受过去经验的影响，所以再过去的经验，每一个事件就会有很多座冰山。所以小时候我被骗，小时候我什么，还有小时候我骗我妈妈，我被处罚，我都各自有一个冰山。或是 N 座冰山，它都在影响现在的我，所以现在的我在处理的其实是影响，啊，就是过去事件对我现在的影响。好，
事件后是不适用都用冰山理论？什么？事件发生后是不是都用冰山理论？嗯，我早期在练习的时候是，我其实呢都会在事后，然后呢去跑冰山。为什么？为了让我在当下对我的冰山更有觉察，反应速度更快。就是呢，像你在开车。好，你现在大家会开车嘛？像我今天早上开车，我就发现，哎，我的技术进步了，是因为呢，我可以跟我小孩聊天，然后开车。好，刚来加拿大，在台湾不用开车，来加拿大开车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闭嘴，不准有声音，不准跟我讲话，然后呢，我要非常的专注。可是我今天早上开车发现，哎。我可以跟我小孩有小聊，然后呢，我不会紧张，然后我的姿势是比较放松。所以呢，冰山的练习就这样，在当下，如果我让它变成是一个习惯，所以它就会是很快的。我只要一感觉到我的感受，一感觉到我的这个里面内在不平静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速的跑冰山，很快速的调整。所以我表达出来的东西就跟我没有觉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早期在练习的时候，我都会画冰山，然后事后，尤其是我很在意的，我就会跑。我到冰山发现什么，哪些东西又受过去影响，每一个都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跑完之后，然后呢就会调整，逐一的调整。然后下一次我就在想，下一次我还可以再怎么做，到最后可以有些简化。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我自己的练习，也供大家参考哈。好，分享第一封信，跟初写者怎么写，写啥？嗯，一开始写信的时候呢，我就是把我自己内在的东西表达，然后通通都写出来啊。那写出来就开始修，因为呢，我们在一致性表达的时候呢，需要顾及对方跟情境。所以当我内在所有东西都写出来之后呢，我不管什么，有时候自由的时候，我脑袋就会想，我也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现在什么，我就是写完。写完之后，因为对方是孩子，所以我就开始修，因为我不要他去背负我的感受，就会慢慢修，一直修，去掉有些东西是属于我的，就把它放在我这；有些东西我是可以让孩子更理解我的，然后呢，我更照顾他的感受，那我就会把它留在那边，所以我就会调整。但我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先不管，通通都写下来，然后再依据对方依据情境，然后再逐一的修，这是我的方法，也供参考。这样，好，好，哦，对对对，我通常都是这样，所以一致性，萨提尔所说的一致性不是规条，这个大家之前如果听过我讲座会知道，一致性的表达不是规条，那它有个前提是我要先内在一致，我很清楚我的冰山每一个层次都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再来依据情境，依据对方做一致性的表达。所以对孩子会说，对另外一半，如果他可以听感受，我就会讲；那如果他不能听感受，那我就会选择性的说，或者我会把我的感受去跟我的朋友、我的闺蜜说，哈。所以这个就会要选择嘛，哈。所以这个，然后对方的状态嘛，所以像我如果先生很焦虑的时候，我就会不会去分享我的太多的情绪的感受，因为只会让他更焦虑。但是我当下的感受怎么做呢？我可能就要去找我的闺蜜。所以这个也是会有调整，除非呢，像我每次要跟我先生谈教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打岔啊，然后呢，所以我有一次呢就很认真的啊，他就跟我打哈哈，头就这样转啊，我就很认真，因为要连接，我就把他的头转正，然后跟他说，看着我，我在跟你讲一件教养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就等他，然后他就深呼吸，因为呢我很认真，所以他也在调整，我们也在跳不同的舞蹈哈。好，呃，内在一致不是哦，内在一致呢还是有负面，但是我是承认我有这些负面情绪，因为负面情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然后我写下来，我再逐一的去看每一个负面情绪，我有没有可以接纳。它是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如何好好的有建设性的运用它？所以呢，我可以健康的生气，健康的悲伤，健康的这个
难过啊，所以这些就是健康的焦虑，这些就是我要去调整的。那这个感受呢，以前可能我小时候没有被允许，所以呢，我就要练习去允许，然后怎么样做健康的表达。所以一致性不是不表达哈，所以比方说我对对方有期待，那对方不满足，我可以表达对我孩子的期待嘛？比方说我问孩子愿不愿意重新开始，我孩子说不愿意，我就会有失落。可是那个失落是我为我的期待负责任，所以不代表我没有失落。可是我不会因为它影响我的自我价值而怎么样，又在暴怒，就说你不识好歹，我都这样子了，你还这样。这个就是我让孩子再背负我的期待哈。好，这个是在简答，我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打岔讨好的人是对长辈、对照顾者可以怎么做最好？哦，所以回到问我讨好，我们每一个沟通姿态底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要先去探索这个存在跟意义跟价值是不是我愿意接纳的，所以它是一个衡量，所以不是讨好不好，而是我有没有清楚这个是我的选择，回去探索它的存在跟溢价，所以我对我妈妈也是讨好，可是我知道呢，这个讨好底下是因为我爱她，所以呢，我在我的界限不太不违反我的界限底下，我都愿意讨好。所以像我现在已经过50了，我妈妈都还说你吃饭了没啊？你衣服穿暖了没啊？我以前呢，我就会说你烦不烦啊？我都几岁了，可是现在我就收她的好意，我就会好好说妈妈我吃饱了，妈妈我穿够暖了，谢谢你的关心。当然还有其他的了哈，所以比方说我妈妈在我妈妈有时候会以偏概全嘛，就说你看你就是这样爱骗人，你就是这样。她没有学嘛，那我心里会不会不舒服？会，但我要不要表达？不会，因为呢，我没有期待她改变。那这时候我就会打岔，有时候假装没听到这样子。那这个是我有意识的选择，所以知道我的沟通底下到底我的用意跟他对我的价值到底在哪，再重新调整哈。好，这个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啊，最后的这个想不起来就算了，没有关系的。好，也许在某些时间点他会想起来哈。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怎么掌握现在，然后从现在往前。好，所以这个呢是我的这个回应哈。好，非常的谢谢大家。那这个讲座呢会有回放，所以呢大家还可以复习哈。好，我应该都回答问题了吧？对，都回答完了，谢谢，谢谢大家，很开心跟大家度过这个近2个小时的时间。谢谢东龙老谢谢师，老师。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伙伴们的谢谢，分享。谢谢，谢谢老师，谢谢东东荣老伙伴们师，的陪伴。谢谢，谢谢阿金，谢谢是不是谢谢说回大家。回放在回？请问是不是说回放是在 CPE 那边还是在哪 PCE 就是在 YouTube 上哦，面，会在回 YouTube 放在上面会有回放的，我们也会放到 B 站上面。好，谢谢大家。OK，嗯，谢谢嗯，老师，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啊，华乐，感谢。谢谢谢好谢老师，了，谢谢 PCE，谢谢清华，谢谢大家，谢谢东拜拜。荣。拜谢谢老师。拜。